俄罗斯和印度本币结算这么快就玩完了，这也向各国证明了一个事实：这事儿只有中国才能办。大家好，我是李哲。最近，根据路透社援引多名印度官员的消息说，俄罗斯和印度已经暂停了有关卢比结算的双边贸易谈判，而俄罗斯方面给出的理由就是持有卢比太不划算，希望印度能够用除美元之外像人民币这种货币来进行支付原本印度打算和俄罗斯建立永久性的卢比支付机制，看来也是泡汤了。你看这段时间，印度大喊卢比国际化调门非常高，但是呢，俄印本币交易这么快就结束了，那更不用提卢比走向什么国际了。就在这事儿不久之前，还有一件比较魔幻的事儿，说给大家听听有多家媒体统计报道说，印度在今年4月份成为了欧盟最大的能源供应国。你看，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一直顶着国际压力拒绝制裁俄罗斯，并且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的原油。从去年2月份冲突开始到现在，已经激增了12倍之多。在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禁令的情况下，印度趁机当了个二道贩子，赚了巨大的差价。真不知道这个欧盟这是聪明还是笨只能说这次印度算是聪明了一回。这印倒手赚了差价不说还顺势将大量卢比推出去，但是接受大量卢比的俄罗斯就感觉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印度分析说，俄罗斯不同意卢比支付机制，是因为俄罗斯拿着大量卢比找印度买东西，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因为俄罗斯正在接受西方的制裁，印度怕惹恼西方，所以拒绝出口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什么汽车机械，还有各种工业制品看完印度媒体的分析报道我感觉心里就有2个字：扯淡。为什么呢？印度连俄罗斯被制裁的石油都敢买，还怕其他西方制裁的东西吗？印度工业品要是能出口俄罗斯，印度会不卖吗？所以其实不是印度不卖东西给俄罗斯，而是实在没有俄罗斯需要的东西。俄罗斯对印度大量的顺差，导致俄罗斯手上每年有超过400亿美元的卢比盈余，而卢比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份额也只有2%左右，印度没有俄罗斯需要的商品，那印度甚至还让俄罗斯把手中的卢比继续在印度投资，而卢比一直在贬值手里的卢比是越多越惨。那这种情况下，印度还想跟俄罗斯建立卢比支付机制，完全是把人家当傻子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没什么信誉可言。就比如印度给这个苏联的阴影，到现在俄罗斯都还记得。苏联曾大力援助过印度到解体之前，曾经借了印度100亿卢布。当时你知道这个卢布和美元的价值是对等的，但是呢，苏联解体，卢布价格大跌印度趁机用废纸般的卢布还债，而现在都说俄罗斯在军工上坑印度那这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且和印度比，这真是九牛一毛。你看，就在不久前，印度还扣押了小米6.8亿美元的资产。印度向来被称为跨国投资的黑洞，在印度投资的国际大品牌或多或少都被印度割过韭菜。一个国家的信誉度也会映射到货币上来。话咱们再说回来俄罗斯和印度本币交易这么快就玩完了，也向各国证明了一个事实：不是说只有单纯的这种本币互换就完事了，你要找一个靠谱的货币才行。这种事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并不是说中国行你印度就行。一种货币要走向国际化，要具备很多因素。你得稳定吧，得安全，得有信誉，并且还能够自由兑换到绝大多数产品。目前也只有中国能办到这事儿。中国有稳定的市场汇率，并且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也是全球货物贸易的第1大国。同时，中国还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找中国本币结算。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这事儿根本不用着急，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好，今天的这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